如果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中国人说，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打起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汉语。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真实的，它发生在我和我的外国朋友之间。为什么我想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？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，有一些话在别的语言中可能没问题，但是在汉语中却会冒犯别人。我的朋友就说了一句让我觉得非常冒犯的话，所以我想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外国朋友，他也是我的邻居，我们住在同一栋大楼里面。我的朋友说汉语说得很好，因为他以前在中国留学，现在他在中国工作。他是一名英语老师，他已经在中国生活6年了。我们是在邻居的聊天群里认识的。有一天，他在聊天群里问了一个问题，然后我回答了他。他知道我是一个汉语老师以后，就加了我的微信。然后他常常问我一些关于汉语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成了朋友。有一天，上午10点多的时候，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，内容是早上好。因为已经10点多了，所以我回复他，现在已经不早了，然后还加上了这个表情。这个表情在汉语中表示笑出了眼泪。一般我们在开玩笑的时候会使用这个表情。我想我的朋友知道我在跟他开玩笑，所以他也想跟我开一个玩笑，所以他回复我，别人跟你说早上好的时候，你也应该说早上好。你的父母没有教你吗？大家注意，你的父母没有教你吗？这句话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冒犯的，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批评别人的父母是不负责任的人。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，我们认为家庭教育是父母的责任。同时，孝顺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价值观。孝顺的观念让我们
不能允许别人批评我们的父母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，那是我的问题，你可以批评我，但是你不可以批评我的父母，不可以批评我的家庭教育。如果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中国人说：“你的父母没有教你吗？”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会打起来，因为这句话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真的非常冒犯。如果要选出3句最能让中国人生气的话，我觉得你的父母没有教你吗？一定是其中一句。我把这句话代表的意思告诉了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说，虽然他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，他的汉语也说得很不错，他可以和中国人聊天，也能看懂汉字，但是关于文化，他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其实，我认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最难的部分不是发音，也不是语法，而是文化。如果你想真正学好一门语言，那么你必须去了解这门语言背后所代表的文化。了解了文化之后，也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语言。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故事，也希望大家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一些中国文化。如果你想跟我学习汉语的话，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everydaychinese.com 购买我们的课程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